腐乳是我国传统食品，源于明朝万历年间，已经有450年的食用史，有着东方奶酪的美誉。腐乳因其美味不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，就连万历皇帝和慈禧太后也大加赞赏。早晨一碗清粥配一块腐乳，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早餐标配。但是现在对腐乳的看法有了变化，腐乳没啥营养，还是发物，发霉的东西很脏，致癌，含盐太多了。有说腐乳不利于健康，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，又有说腐乳对免疫力有益的。那到底腐乳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老张，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解码一下关于腐乳的这些迷思。小时候看隔壁的哑巴阿姨做过腐乳，觉得很神奇。从做豆腐开始，做腐乳的豆腐要选那种水分少、口感比较硬的老豆腐。做腐乳大致有3个主要工序：一、结冻，让豆腐发酵长毛霉。传统方法是利用空气和稻草中天然存在的毛霉菌，现在可以直接买毛霉菌，更方便也更安全。2、加盐腌制，把长毛的豆腐乳涂，抹上盐，腌制个2-3天。加盐可以吸出水分，帮助调节腐乳的风味，还能起到防腐的作用。3、加卤汤密封腌制，装罐，倒入用黄酒或米酒和各种香辛料一起配制的卤汤，密封继续腌制10天半夜就能吃了。腐乳的品种和口味主要取决于卤汤的配料，比如红方是加了红曲，想要辣的可以加点辣椒。通常说的毛霉菌并不是单指一种菌，而是一类菌。毛霉菌家族中存在一些对人类有益的真菌，比如五通桥毛霉、腐乳毛霉、亚质放射毛霉等，这些都是我国腐乳培菌最常用的毛霉菌种。豆腐经过发酵变成腐乳之后，营养有增无减，而且吸收利用率还更高了。一、大分子物质被分解。一方面，微生物把豆腐中的蛋白质、脂肪等分解了，产生了很多风味物质，赋予了腐乳独特的口感和风味。另一方面，蛋白质分解变成了多肽、氨基酸，相当于微生物帮你做了预消化，所以比起豆腐来，腐乳其实更利于消化。发酵还去除了大豆中原有的容易导致胀气的成分。2、B 族维生素含量增高。发酵提升了 B 族维生素的含量。有研究显示，用一种少孢根酶进行发酵50天时，腐乳中的维生素 B2 含量增长了7倍多，维生素 B12 含量也提高了 65%。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，尤其是内脏，而植物中含量很少。大豆中几乎不含维生素 B12， 但是豆腐发酵制成腐乳后，产生了含量可观的维生素 B12， 特别是轻腐乳，维生素 B12 含量跟一些内脏差不多。长期吃素的人容易缺维生素 B12， 可以把发酵豆制品作为一个补充来源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素食者发酵豆制品不能缺。3、蛋白质含量提高。腐乳蛋白质含量更高，100克腐乳含12克蛋白质，几乎和猪肉的蛋白质含量一样高，并且腐乳的蛋白质属于植物蛋白，不容易引起炎症反应。腐乳中的蛋白质大部分以多肽的形式存在，便于人体吸收利用，确实有助于提高免疫功能。4、脂肪含量较低。腐乳的脂肪含量较低，也不含胆固醇，脂肪含量每100克只有 8.1 克，其中 4.6 克都是多不饱和脂肪酸。多不饱和脂肪酸有重要的生理功能，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，而且不会引起心血管疾病。此外，
腐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A， 对视力、神经系统、生育功能都有很好的帮助。腐乳还富含钾、钙、锌、硒、锰等矿物质。腐乳的热量每百克只有153大卡，也就是说一块腐乳才15大卡，比一颗油菜的热量还低。总的来说，腐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属于蛋白质含量高、脂肪含量低、不含胆固醇，且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的美食，是佐餐的好搭档。现在也有将腐乳作为调味料的菜肴，甚至腐乳味炸鸡都很好吃。尽管腐乳有如此高的营养价值，但它也有缺点。一、腐乳的嘌呤含量比较高，每百克含量55毫克，属于中等嘌呤食物。嘌呤被食用后容易转化成尿酸，容易引起尿酸的累积。二、腐乳的钠含量较高，每百克含量3091毫克，换算过来，白腐乳1块约含0.6克到0.9克盐，红腐乳1块约含0.8克到1.2克盐。一天吃5颗腐乳就超过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盐摄入量。三、细菌污染问题。腐乳在发酵的过程中，主要由毛霉菌来发酵。毛霉菌是一种益生菌，但是如果发酵过程中有其他细菌污染，那腐乳的营养价值和食品安全性就有很大风险。特别是家庭自制腐乳时要特别注意，腐乳的菌丝应该是纯白色，一旦混入了绿色或其他颜色的菌丝，就表示被污染，要赶紧扔掉。在腌制存储的时候要注意密封性，如果漏气，腐乳的味道不正常，有臭味也属于制作失败，不能吃。吃腐乳的时候，也要注意用干燥干净的专用筷子。取完腐乳后要立即盖好放进冰箱冷藏，以免细菌污染。几类人群不宜吃腐乳。一、四高人群。对于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尿酸以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，不建议吃腐乳，因为腐乳确实是一种含盐量较高且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。对于慢性病人群，要严格控制盐分和嘌呤的摄入。二、肠胃疾病人群。对于严重胃溃疡、胃痛和肠道出血、肠炎的人群来说，是不能吃腐乳的。腐乳的盐分会刺激到患病的肠胃。三、肾脏疾病人群。对于慢性肾炎、急性肾炎、肾结石、尿道炎症、尿结石的人群来说，不应该吃腐乳这一类食物，要严格控制钠元素的摄入。而且吃腐乳容易过量饮水，对患病的肾脏和膀胱都有一定的压力。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，智慧养生，我是老张，祝大家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快乐常伴。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